哎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拿走了？意思是，今天晚上在刘中使面前，绝对不能提黄金，尤其不能提拜祭金几个字。他们往帐篷里运人呢，看不见呀。肯定是什么宝贝。小民冒昧得知，中使入宫侍候金上和皇后之前是在海边长大的，便斗胆将这宴席设在此处，愿中使开怀一醉。听说顾传主心思缜密，看来本官的底细早已被你摸得一清二楚啊。小民不敢。中使。下官在市舶使，主管海外进来的货物。不知刘中使此次来，要采购点什么？这要看蓬莱有什么了。啊，都是些微薄之物，恐怕入不了金上和皇后的眼。下官请刘中使先过目。我是个粗人，平生呢只好2样物事，一呢是金个曲儿，二是黄金。中使说笑了，蓬莱不产此物啊。但是歌妓顾传主已经为您准备好，就在外面，就在外面。啊，顾传主啊，还给您准备了一些薄礼，希望中使笑纳。等等，什么人啊？不长眼啊！狄明府不认得。小的有眼无珠，请明府恕罪。明府，之前就是这个叫白凯的衙人，我找顾传主，他从中百般阻挠。哎，一定是误会，小的怎敢？都站好了啊！别急了，别急了。长天子，狄明府，禀刘中使，蓬莱县令狄仁杰求见。这是市舶使给刘中使的接风宴，让他来作何？听说这狄仁杰和侯府郎是旧相识啊。回中使，在下与狄仁杰确实有同窗之谊。我还听说，连皇后都对他颇为赏识啊。是，不过在下看来，他生性好动，在京城赠贤不闻暗读，奉皇后之命，在蓬莱施展权巧。请狄明府。是。有请狄明府。慢点跑！下官狄仁杰见过刘中使。侯府郎，意思是，
是博使，是五品官，比七品县令高啊。坐。听说狄明府生性好动，这黑夜前来，不是为了蹭口酒吧？刘中使自京城来，下官有事远迎，以示失礼。不要说这些客套话，我是个粗人，想必狄明府是为了公事而来吧？侯府郎把你捧上了天，我倒是好奇了。没见过县令断案，如果你有公事，就在这里办，让本官看看。下官从命。刘中使，咱们还是先听个曲儿吧。祭乐入。有劳曹娘子。此画中人叫王立德，据说是顾传主手下的一个衙人，负责转运海外货物。狄明府，我早就跟你派来的人说过，我手下没这个衙人。哎，娘子，给刘中使弹一曲。娘子怀里这面鼓，倒是很特别嘛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在下乔泰，请问娘子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玉素。听口音， 저는 백제국 사람이에요. 哦，差爷莫管闲事。我跟玉素娘子说话，与你何干？不巧，今晚这里的歌妓我们全包了。有钱了不起啊！我干。你跟班的了不起啊！你给我等着！数日前，衙门公差接到举报，说有间租铺逾期没有交租。经查，便是此画中人于数月前出海，原定上月返回，却迟迟未归。于是，本官便差人去找顾传主核实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使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使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我大唐军中墨刀，淬火斤两，锐不可当，依唐律，不得私藏倒卖。可经屋主证实，8年来有多批货物进出，本官查出的这一批，就有墨刀100把，幅员弩80副。顾船主，我想请问你，一个衙人倒腾这么大笔的武器，可以销往何处呢？既然说王立德出海，狄明府就应该出海捉拿便是，何必跑来扫中使的雅兴？在下已经说过了，从未雇过这么一号衙人。哎，顾船主，狄明府说你雇了那个衙人，证据何在啊？娘子，别听。
意思是，根据世博使的告示，上月出入本港的顾家船只有15艘，码头上有个油灰铺子，依据他们的账簿显示，上月购买油灰的顾家船只有足足20余艘。油灰，防水止漏。正是。这说明顾家的船有明船也有暗船，这衙人恐怕也是有明有暗。狄明府，码头归我世博使管，每一条船收1成的税。你说有明有暗，是告我失职喽？狄明府说王立德效力于顾某的船，又说船不在世博使的告示上，那岂不是成了鬼船？顾船主，如果你手下的衙人贩卖刀弩，那可是谋反。小人冤枉，请中使明鉴。意思是，狄明府说世博使漏税，这非同小可，待下官回去好好查查。本官初到蓬莱，有些困倦了。我看这件事，不如从长计议吧。中使，此案事关重大，可否请顾船主留下，容我问个清楚？听狄明府的意思是怕本官护佑他2人。不敢。兄，你快看，疯子，别动！别动！天家兄弟，干什么？天家兄弟，自己人，误会！明府，救命啊！明府，救命啊！住手！明府，收边去了！狄明府，你的人。2人确实是县衙公差。那这些是？这些是顾船主。狄仁杰，你突然前来给我下套，要诬陷本官受贿吗？下官绝无此意。旁人退下。狄仁杰，接旨。往后一旨。狄仁杰，据查，近日有100骑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，朝中乱臣用其收买人心，扰乱市集，图谋不轨。限你1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与私贩黄金者同罪。有艘船，看那边，看那边过来了！你看那边，船上好像没人，这是鬼船吧？
去快呀！这船怎么救过来了？送仔细了，这边没有。这个箱子来了，可给我仔细的找，把那箱子都给我拆开，到底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别进两步，来了。刘中使奉旨办案，昨天晚上，摆明了就是想敲顾船主，和意思是一，转做他俩的好处。你可倒，把他的好事给坏了。昨晚真是意外，我疯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小心行事。皇后现在谁也不相信，朝中官吏但凡被怀疑，轻则降职，重则流放。你不能再惹事了，这不是你意气风发成本事的时候。知道了。尹司事，可查到了什么？刘中使，下官来了，下官来了。回禀刘中使，这条船诡异得很，确实是条鬼船。有这等怪事？船舱查了吗？看了。船舱之前是有水手的，住的用具也都在。伙房里面还有米和面。如果说是遇到了海盗袭击，杀了船员，那肯定是有打斗的痕迹啊。但是刀痕、剑痕都没有。莫非是他们受了惊吓以后，一起跳海了？那船上的货物呢？就是些毛皮、草药，不值几个钱。可知道那些货物是从哪运来的？那就难说了。讲，漠河国、百济、新罗、丹罗国、倭国都产这些东西。看这船的样式，分明是我大唐海船。我自幼在海边长大，这骗不了我。回中使，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。怪了，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，这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，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呀？啊！来，给你们看样东西。你们看看，这识得吗？这就是2个金子。可有什么区别？一粒是沙金，一粒是百济金。狄明府好眼力。沙金产自河流，都有杂质，便是这一粒。另一粒色泽细腻，若是未经过提纯，必是产自山脉。据说百济有矿脉，其金子状如蚕豆，便是另一粒。刘中使若是怀疑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，请让本官上船勘验。这查验进港的船只是我师伯使的事情，何时轮到了县衙的人？
侯夫郎，你以为呢？不如让他试一试，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也可以挫一挫我这位同窗的锐气。谢刘中使，侯夫郎。皇后叫你查走私，意思是和顾川主明明都知道百济街，却在那装傻充愣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逞强出头。刘中使是带着密旨来的，这边没有，我能躲得掉吗？这个箱子来了，那边看一看，把这个打开。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灵甫，这是干什么用的呀？这种滚木是船上用来移动重物用的。你看，原来也许就挂在那儿，被砍断了之后，砸下来，滚到了那儿。之前就放在这儿，都记下来。灵甫，他们还带了蘑菇来船上。不是带来的，这蘑菇是长出来的，长成这样，至少30天。熬掉出事的时间，这船大概是在20天前驶来的蓬莱。20出发，那他们的出发国应该不是漠河国，也不是倭国，他们应该去的是丹罗国或百济。向渔民打听过了，百济金。米桶怎么会放在这么一个漏水的地方？这都已经发霉了。帮我。小赖，救人！灵甫，玉素娘子带到了。见过各位官家。免礼。请开始问吧。성함이 어떻게 되세요? 어디에서 오신 거예요? 저 백제 사람입니다. 백제는 탐락신화가 해마다 전란이 지수되고 있습니다. 저 쌀떡을 잘 만들어요. 나라에 와서 장사하고 싶어요. 의리사는 제 친척 형이에요. 그냥 형 따라 배 탔는데 지금 모두 다 칼 들고 있어요. 무서웠었어요. 이것만 만들고. 가는 도중에 방향을 여러 번 바꿨는데 하얀 작은 섬을 봤어요. 여기서 다 죽을 거라고
형이 너무 두려웠었어요. 그날 무슨 일이 있었는지 모르겠어요. 좀 갇혀 있었어요. 며칠 동안 갇혀 있었는데. 그런데 이튿날까지 기다렸는데 어찌해도 판자가 안 열리는 것이오. 그래서 내 마구 소리를 질렀는데 아무런 회답조차 없었다고. 等到第2天，他怎么推也推不动板子，拼了命的喊也没有人回他。如果不是被你们救了，他早就饿死了。问他可认得此人？ 이 사람을 아시나요?狄明府，别受这百济人的诓骗。从百济到蓬莱的航道上根本就没有小岛，单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证明这个瘦子在胡说八道。他不是饿疯了，就是在故意骗人。他的话没一句可信。 여기 무신. 他在说什么？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걔한테 들었어요. 他说，在一个船员的身上见过一个怪异的纹身。他哥哥说，那些船员身上都有。画下来。 여기 보신 거를 그려주실 수 있어요?黑焰又出现了。是。那时你们还小，不知道，这会儿前朝余孽曾经很是嚣张，散落各地，是先帝的一大隐患。后来是哪年来着？啊，贞观14年。 剿灭颇有成效，基本剿绝，剩下的也都灭了。那次剿灭该托谁的福来着？狄明府，你的父亲狄之训功不可没呀。回中使，狄之训当年的案子早就已经平反了。 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与黑焰有勾结。狄之训当年是受到威胁，才选择自尽身亡。不过，正如您所言，这销声匿迹多年的黑焰又卷土重来了。狄明府，你觉得这走私百济金的是这伙人吗？以现有证据，尚不足以得此结论。那还不快去查？是。 刘中使是官场中人，说话难免你莫要介怀。前尘往事，不甚了了。射手无妨，只是没想到黑焰又卷入这大案。贞观14年剿灭过他们，今日一样可以。这次你我协力，一定可以。 那边好像有个人。你怎么样了？
空这么一道。这都第5顿了，这傻小子被吃坏了。你说了他又听不懂，反正意思是说了，喂饱他，管那么多干嘛？走。确定他是噎死的。我一早得到消息就去查验了，从他欧洲的食物当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毒物。饿极了的人是不能这么暴饮暴食的。谁让他这么吃的？一潘，明府，红叔，海滩上飘来一个人，像是那个鬼船上的船工，死的活的？活的。通报刘中使侯副郎，升堂。禀明府，此人全身腥臭无比，我们给他冲洗过了。下去吧。是。당신 혹시 백제 사람이세요? 官家，替小儿申冤。你到底是百济人，还是我大唐的子民？小的是百济人，名叫姬撒，祖上世代和大唐做买卖，所以会说大唐的话。既如此，说说你们的船。是那个姓王的，压船牙人，杀了所有的水手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的就是他，王立德，王立德。我看见他杀人了，我就跑，他追我到甲板上，我万般无奈之下，所以才跳船的。跳海的时候你拿的什么？一块木板。不是葫芦吗？不对，是一块木板。我就这样趴在木板上，幸好随身携带了钓钩，我每天就钓鱼，才活了下来。在海上漂了10日，匪夷所思啊！你说王立德杀人，那他为了什么？小的不敢说。为何不敢？小的怕被砍头。大胆说！刘中使在此，定替你申冤。那小的就说了，有一日，小的在后甲板，听见王立德跟别人密谋，说这条船私运了一大批黄金，有1大箱。王立德还说，这批黄金跟庞来的很多大人物有关系，其中一个就是说，其中一个就是先雇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。胡扯！这是诬陷！姓易的官家，血口喷人你！县令也收了他们的好处，好像叫姓狄。我就是那个姓狄的县令。我问你，船员可是黑雁的人？什么黑雁啊？我们就是普通的水手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被王立德招募来的。那不对呀，有人说在你们身上看见了黑雁，哪儿呢？官家要是不信，扒了我的衣服看，来，我给你们脱了看。成何体统？李唐，这个案子由本官接管。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！
大哥。你认识我？上次在树林。你等等我们呀！小娘子，给脸不要脸啊！是你。你有酒吗？有。你会弹滨州小调吗？未曾学过。那随便弹个什么。接着弹。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那2个字？你再去学学滨州小调吧。不要跟我说这种话！你给我出去！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！滚！我还会再回来的。红叔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他是一个家主不喜欢的人。你阿爷是黑夜，你阿爷是叛党。你再说一次试试！我说你怎么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再说我阿爷一次试试！我睡着了。也就半炷香的时间。实在是抱歉。能为民府分忧，荣幸之至。你的曲子总是能让我心绪沉迷，思路也为之而清晰了。如此甚好。这次的案子不好破。最近朝廷命官聚于此，总能听到集市上快马传令而过，就算足不出户，也能感受到暗流汹涌。想必冥府是为了此事而心烦吧？好喝。市井传闻说，此事是由一个叫黑燕的团伙。每次娘子弹琴，我就会很愉快。我还有事，告辞。冥府保证。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刚才打听到，看船的士卒说这是船上闹鬼。闹鬼？我请你来陪我一起捉鬼。怀英，你莫说笑。
刘忠史对金桑用了刑，可这泼皮一口咬定，从市舶使到县衙都与黄金案有关。收我也，你信吗？还有，金桑跟瘦子的口供一致，都提到了那个岛，但是顾孟斌却说，蓬莱海域就没有他们口中的这个岛。冥府，快回吧，这船上闹鬼。是呀，冥府，是真的闹鬼。请。快使！这是千星板，远航时测量星辰用的。据我知晓，要靠此物确定航路。忠史，这是他们在海上走私黄金用的航海图，起点是百济国，终点是蓬莱。你们来看，此处有一小岛。瘦子和金桑口供一致，这处小岛或许便是关键。你是说，黄金藏在这岛上？当务之急，便是尽快过去查看。事不宜迟，金桑虽然满嘴污秽，污蔑了狄明府，但蓬莱一定有人牵扯在黄金案当中。如果风声走漏了，恐怕别人会先行一步。忠史，市舶使派出2条战船为您护航，我会半年左右服侍忠史。押上船。是。走。我要走了。小云却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草庵小娘子，咱们有缘再见。你在找人吗？怎么是你？刘忠史要出海，他想让你上船唱曲，
这趟出海或许有风险，千万记住，不要上船。怎么讲？黑夜，找个由头，不要上船，不要上船。多谢民府提醒。怎么样？红的，这就对了。还记得海图上说的吗？离蓬莱50里，下沉10丈，便得海泥发红。这么看来，我们驶在王立德的航道上。再过1日，便是海岛。玉素娘子，你没事吧？玉素娘子，阿荣，快来帮忙！刘中使，有请2位娘子上楼献曲儿一首。把他交下来！把他交下来！走上看！有人掉海里了！救人！快！不好了，船主，鬼头被人破坏了！厉鬼！红亮，这是我们在海上漂流的头1日。若我们遭遇不测，你便将此信呈交朝廷，作为凭证，让真相存世。昨晚
经历风暴，船上竟藏有歹人，将桅杆和船舵破坏。可歹人究竟是谁？为何让我们困在海上，不得而知。我们已与船队失散，昨晚搜检一番，待今日再做考量。你倒是沉得住气。我这是在帮你稳定人心，船上的水跟食物都很充足，待几日救援总是会到的。只要不乱了方寸，这船上的歹人一定会被揪出来的。也对，刚才那曲子没听你弹过。这是京城扈二娘的新作，只是多了一种记谱法，便于抄诵。哦。哎，洪亮跟你带的什么东西这么大一箱？出海还要处理公文吗？是这几日找到了一些新线索，还有在县衙里旧书阁找到的古籍。昨日我读了一些，颇有收获。出去转转。好。本来是以备万一，没想到真用上了。这鸽子真能松蝎。两位官家，等天黑了，我们便可测出船的方位。狄明府，请用信鸽告知岸上，让他们火速来救援。哎，干嘛去啊？俏姑娘晕船，我去前舱取点水。哎，取水啊！好好说。给我们唱个曲儿啊！是啊，唱一个啊！你就这样当羽林军的？你少多管闲事！小兔子，咒死你！洪父老来了！走，兔子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想到什么了？王立德的航海图。哼，我也是。觉不觉得那图上缺点什么？王立德每到一处便会观测星辰，然后和航海图上的标记核对，以防偏航。出事那天晚上，按瘦子的说法，王立德把船停在了某处。假如他是在等什么人，那航海图必定有标记。没错。可偏偏我们找的那张图没有这个标记。不愧是刑部出身，一下就找到了要害。怎么找到确实的标记？侯府郎、狄明府、刘中使召集诸位去舱室。刘中使，刘中使，坐吧。把金桑带上来吧。走。本官虽说一直待在宫里，可脑子并不糊涂。昨晚睡在这船上，随着海浪颠簸，儿时打鱼的本领又记起来。
刘忠实深受皇后的重用，自然是从小天赋异禀啊。大鱼上钩了，要用叉子插，讲究准、狠。实不相瞒，此次本官带着大家出海，是因为得到了王立德的航海图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，他在怕什么？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这个金流入京城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这么诱人的宝贝，经过蓬莱，不可能没有人卷进去。巧了，世博士、顾传主、县衙、蓬莱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这船上。哦，还有2位能歌善舞、奏得一手好曲子的歌妓。你们当中有谁知道王立德和黄金在哪儿啊？忠使不辞劳苦出航，小民自当拼死效力。可说到王立德和黄金，小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手下也不知道吗？回刘忠使，小的只是顾传主手下的一名衙人，一向奉公守法，也没有见过王立德和黄金。可据我所知，这百济国歌妓是你举荐的。那时狄明府在船上找到一名百济人，小的让玉素姑娘去翻译。好像你又想起了一件事啊。官家，官家，昨夜回到船上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半个月前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是什么？回官家，有一次，王立德喝酒跟别人夸口，说他在岸上有一个相好的，是个歌妓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里有2位歌妓，是哪一个呀？哎，回官家，小人没亲眼见过，着实认不出来。不过，王立德曾经说过，这个歌妓是个百济人。前面好像起雾了。是啊，越来越大了。快通报一下！小心，起大雾了！起雾了！快回舱！回舱！回舱！快回舱！快回舱！快！